到了市里，先将陈雪送到了饭店，他则去了叶总的鞋厂。不仅陈刘两位也在，就连乾坤也赶了过来。阿浩，情况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叶总将近期发生的事给说了。这段时间有人一直在和他们谈收购他们手中水上游乐园以及游艇项目的股份。对方溢价多少？我感觉他们主要是为了水上游乐园，溢价快近80%了。陈总回了一句。林浩的目光扫过他们。那你们的意思呢？老叶大笑着摆了摆手。你以为我们就会见钱眼开，长线利益和一锤子买卖，咱还是能分得清的。况且当时我们愿意投资，是因为你说了一句肯定有利可图。难道现在我们不信你，去信别人？阿浩，放心吧，我们肯定和你一条心的。乾坤也保证道。林浩摇头。几位老哥，咱做生意不能意气用事，我觉得吧。阿浩，你就别扯淡了，你把心放肚子里，背后捅你刀子的事，我们干不出来。刘总觉得今天的林浩有点啰嗦，索性打断他的话，表态道。林浩笑了笑。行，那咱就不提利益，只说情义。几位老哥放心，我说咱赚钱的买卖在后边，就一定在后边。几人哪怕反水，其实对林浩的影响也不会很大，但几人此刻的态度还是让他心中暖暖的。这种情况，他不介意带着他们走得更远一点。我打算成立一个投资公司，未来主投方向就是新能源、高科技和物流3块。几位老哥，咱再合作一把怎么样？哈哈，终于允许我们上桌了是吧？阿浩，你具体说说。老叶颇为兴奋，林浩起家他们看在眼里，但对于他资产的快速膨胀，几人又一直很迷惑，怎么就在短短2年时间，从之前一个需要照顾的小老弟，到现在资产把他们甩在身后的富豪呢？几人也时常的会研究一番，最终得出结论，林浩肯定不是靠稳扎稳打的实业，因为实业积累达不到这么快，那不靠实业靠什么？必然就是眼光了。阿浩，你就说怎么干，放心，砸锅卖铁我都投。陈总同样有些激动，出于商人的本能，让他意识到，或许这个投资公司就是快车道。投资公司我一直有想法，但说实话，之前打算自己玩玩就行。既然几位老哥这么看得起我，那不妨就一起玩。先说好，资本需求量很大，我也不会给你们所谓的保底收益，愿意的就投，不愿意也不影响咱之间的关系。乾坤很郁闷。阿浩，我这小家小业的，你就不能玩点小的吗？小的来钱也小啊，咱现在这个阶段要玩就玩大的。林浩嘿嘿一笑。之前于父提议让他和于伐科单独成立一个投资公司，但他一直拿不定主意，现在不妨拉上这几人，还有自己大舅哥一起，钱是赚不完的，但朋友是一辈子的，至少这一刻，这些人还是很靠谱的。说实话，林浩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们或多或少都给了一定的帮忙，那么现在也该是自己反馈大家的时候了。老叶轻拍一下桌子。对，要玩就玩大的。阿浩，这说法我喜欢。老叶你闭嘴，阿浩来点干货。老刘迫不及待的道。我想的是注册资金暂定10亿，由我暂时担任总裁。于伐科大家也都熟悉，我会引入他的资本，再就是我大舅哥陈东，还有在座的几位老哥。原则上各位能占2成的股份，具体怎么划分你们自己商量着来。先声明，这是我一言堂的公司，所有的决策我有拍板的权利。当然作为对大家负责，2年之内大家有不计盈亏撤资的权利，所有股权只可以内部转让，或由我回收，不得转卖他人。林浩打算来一把最后的疯狂，毕竟一个人的钱是赚不完的，那就多拉上几个人。听到初始资金就10个亿，几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要说有钱，这里面老叶的生意做得最大，但要以亿来计算的话，现在他还真就拿不出来。阿浩，这是我们同意，但具体的股份得商量核算一下。不急，公司今年年底前成立，大家有充足的时间考虑。按说这样的投资公司越早成立越好，但林浩还是把时间放在了年底，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他也没钱，不能再找阿珂借了。借的次数和金额太多，他都不好意思开口。中午就在老叶鞋厂里吃的饭，乾坤的心情一直很低落，无他，感觉自己或许从这一刻就彻底掉队了。钱总，你认领1%吧，多了也没必要。林浩提议。老钱苦笑，一个点就是1000万啊，等于要把我现在所有的家业给卖了，估计勉强能凑得出，这还是跟着你们这2年攒了一点，不然1半我都拿不出。说到底，他原本也只是卖了艘吊艇，通过自己的好人脉，带着人一起出去钓鱼的，根本也没多少钱。现在跟着大家一起，先是认购了村游艇项目1/5的份子，再就是2艘远洋的吊轮和村地产项目的一点小股份，也算是小有资本了。但真正的现金并没多少。林浩将他的肩头一搂，我借你1000万，但先说完，得按银行的利息来走。2年后你反悔撤资，不仅要还我1000万，还得还我利息。他故意把条件说得苛刻一点，但就是没说这1000万务必在多久之内还自己。要说帮助，乾坤对林浩的帮助真的不小，包括认识老叶他们，都是乾坤做桥的。这个行了，老钱，你就拿这一个点，咱还是一起玩吧。老钱是不是有压力了？这样1000万阿浩借，到时你真不想玩了，这2年的利息我帮你付了。老刘拍了拍胸脯保证。3人其实抱着和林浩一样的心思，没有老钱，他们也不可能认识林浩，当然也不可能会有现在如此多的好项目。饭后，
又闲聊了一会，林浩这才回饭店。其实来这里，他主要是为了打探收购的事宜。这个消息最早是于法科告诉他的。因为美国渔业公司的原因，于法科一直和日本的部落会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次，日本那边突然提出要收购他手中游乐园股份的事，于法科觉得蹊跷，然后就告诉了林浩。再结合这次林从军回来，又有人联系老叶几人，看来对方这是多方出击，势在必得呀。这就奇怪了，为什么他们一定要那个游乐园呢？要说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收购，还不如找个合适的岛，自己投资一个。想来不管是哪个是区域，得到这样的投资，那都是举双手欢迎的。只能说他们认为淡水岛更有价值，价值在哪已经不言而喻了。来到财务室，看了眼在算账的老婆，你要没事也到楼上休息一会。陈雪看他坐在那微闭着眼，以为他困了呢。楼上隔了好几个休息室，专门用于几个高管休息的。林浩也留了一间，只是他一次没用过。我不困，养神呢。陈雪笑了笑，走到他座椅后边，双手按在了他的头上，轻轻地按着。钱是赚不完的，咱现在这样就挺好了。不行啊，有时候的发展也是逼不得已的，就像现在的饭店，我说不开了，估计于姐都不会答应。然后于姐离职，我们得自己管理，到时会更累。陈雪总感觉他这个说法有问题，但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反驳的话，正想着和他聊聊吴婶家里的事，结果片刻就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变得悠长而均匀，手上的力道减轻了3分，嘴中嘀咕了一句，还说自己不困。林浩发誓他真的不怎么困，而且也没睡午觉的习惯，但他就是不能按头，一按就想睡觉。不过他也没睡多一会，醒来之后，他索性不耽误陈雪做事，出来到前厅后桌的地方，欣赏起小姐姐的茶艺来。差不多5点多，林从军来了，与他一起的除了同村的林有发，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年龄应该和林浩差不多，人长得很秀气。这是我一个晚辈，咱来见世面，顺便给我们倒酒。林从军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没有介绍年轻人的姓名。林浩含笑和3人相继握了一下手，又做了个请的手势。怎么说，我今天也算是主人，那就客随主便，听我安排吧。哈哈，阿浩，你上了从军的当，他选这里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林有发笑得有些夸张，他和林从军是本家兄弟，好像跟前村主任林中和一家更近一点。和林从军一样，一直在外边做生意，即便林浩退学至今在村里已经待过4年多，但对两人还是知之甚少，也没见过2回面。